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的绘画时间。今天的这节课呢，咱们不是为了完成一幅作品哈，这节课咱们不完成一幅作品，咱们这节课呢是玩一个脑洞游戏，然后你跟着老师这个思路来走，老师来帮你打开脑洞。我们这节课是在玩创意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这节课。那么大家拿出笔和纸，可以跟着老师的思路往下走哈。老师这节课教大家的是老师平时去创作和创意的一种方法哈。比如说咱们现在开始了哈，跟着老师的思路一起走。比如说大家平时画太阳会怎么画？是不是最常见的画法就是这种呢？对不对？或者有的人会这样画，是不是？就是比较常见的太阳的画法。那么太阳是不是还可以有很多其他种画法？当然可以啦。但是其他的画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？那么下面老师就给带着大家一起去思考哈。我们把太阳分成两部分。是中间一部分，你看这两个中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？它中间都是个圆，是不是？那么中间这一部分我们就给它命名为第一部分，旁边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就给它命名为第二部分。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了两部分，对不对？分成了两部分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玩我们这个脑洞游戏了。我这个纸不能动哈，一动就出画。那么第一部分，首先大家跟着我的思路一起去思考。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，也可以画出来。首先，第一部分可以有几种画法呢？对不对？第一部分可以有几种画法？我们是不是太阳基础的颜色是红色、黄色和橙色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画一个黄色的实心圆？或者呢，它是红色的实心圆，对不对？红色的实心圆。再或者它是什么呢？再或者它是橘色的实心圆，好不好？当然也可以是空心的哈，大家可以去想象出无数种变化，然后呢自己去试哪种最好看，或者呢它还可以是这种，我会经常这样画啊，像这种蜗牛线一样一个圆圈，对不对？老师大概是想了这么多，肯定还有其他很多的想法，对不对？那么宝贝们可以自己去试哈。第二部分就是外面的边线部分。外面的边线部分呢，老师把它分为两部分，然后这样去思考。一部分呢是形状，一种是形状，另一种是线条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方便我去联想哈。形状就很简单了，我这里用一个颜色来表示。当然它可以是跟上面一样是不同的颜色，是不是可以是圆形，可以是三角形，可以是椭圆形，是不是？还可以是什么？是长方形，甚至一个梯形，对不对？还有可以是心形吧，对不对？可以是心形，什么样的形状都可以。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形状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再想一想哈，再想一想。线条呢？我们想一下，线条有什么？线条随便在这儿画，直线、曲线，对不对？曲线可以弯几个弯的都行，然后还可以是双曲线。然后也可以像
上面一样是个蜗牛线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是什么线呢？还可以是折线，还可以是折线，还有什么线呢？点线，或者叫虚线，或者叫虚线都可以，或者是这种一长配一短的这种线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种画法哈，大家都可以自己试着去尝试，或者是这种双起来的双线，然后呢，这是目前我们能想到的这个太阳中心部分和边缘部分的画法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做一个小游戏，像搭积木一样哈，像搭积木一样，我们试着看组合出一些太阳，我就随意组合啊。比如说，我就用中间这个，圆点，然后配上什么呢？配上边上这种椭圆吧，然后椭圆我用黄色。椭圆我用黄色，就这样绕一圈，是不是我画出来了一个太阳？那么我再试一下，我用橘黄色的中心，然后我用黄色的，我选这个线条直线。老师这个是随便选的哈，大家也可以随便去选，或者你有想法呢，其他的想法也可以画出来哈。然后我让这个线呢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一个变化，对不对？直线也可以有一个变化，这是不是又画出来一个太阳呢？然后你再试，就拿你上面已经罗列出来的这几种形式，不停的去组合，宝贝们，不停的去组合，看看能发生什么神奇的化学反应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用这个圆点吧，红色的圆点。然后我有时候会这样，四角先画一下，然后再去填充中间的空隙，这样比较均匀。然后呢，我不仅可以这样画，我不仅这样可以这样画，我还可以怎样画？我还可以再组合一些里面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在这中间再加一些短线，是不是也可以？这是不是也可以是一种太阳呢？对不对？然后接着是这个方法哈，大家可以去一直试出来无穷无尽的这个画太阳的方法。然后呢，肯定会有一些好看的，有一些不好看的，对不对？有些好看的，有些不好看的，那你就可以选择性的，比如像这种，我画一个爱心的，对不对？爱心的比较不常见，我就试试这个爱心画出来是什么效果。都可以去试哈，放心的去试。试完以后总结出来的好看的呢，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储存到你的小脑袋里面，然后下次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啦。这就是你自己创作出来的太阳，对不对？爱心的，我觉得还 OK， 我觉得还 OK。然后再接着来，这个我画的稍微小一点哈，画的稍微小一点，然后我试试这个双螺旋线吧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还不错？还不错，还可以再接着试哈，再接着试。你看，我就这样简单的一试，是不是画出来了6种完全不一样的太阳？画出来了6种完全不一样的太阳。那么大家用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这个图案去试，
肯定会有更多非常不一样的。这个我们用这个点线，但是这个点线呢，我不想让它竖着，这些都是竖着排列的，我想让它横着排列，行不行？当然可以，那你就让它横着排列，你就这样让它绕一圈，一圈不够再绕一圈，再绕一圈，2圈不够，你还可以再绕第3圈，绕到你满意为止。对不对？绕到你满意为止。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太阳呢？也是一种太阳，对不对？可以去试哈，鼓励大家去把所有的画法，没事儿呢都给它试一遍。试完一遍以后呢，你肯定会有收获。我们刚才画这个螺旋线还没有去试，我们在这边试一下。画螺旋线。那么旁边还是你怎么去组合就都可以，三角形吧，三角形，对不对？这也是一种画法，对不对？都可以去试，包括这个螺旋线，你可以换不同的颜色，不同的颜色。然后老师这个方法呢是抛砖引玉，大家呢，大家学会这个方法以后，不仅仅是画太阳哈，可以套到比如说花朵上面呀，或者是植物你平时画的，甚至是人物上面都可以去套哈，都可以去套。那么除了这种分成1、2的方法，有没有别的方法呢？当然可以有啦，当然可以有。比如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，老师最喜欢什么？大家肯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最喜欢乱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怎么去乱画呢？就这样，太阳随意一点，我们就随意一点画一团线。那么这就是它的中心部分。那个边缘部分我会怎么去做呢？还是在乱画，然后我就换一个颜色，然后就这样绕圈圈。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太阳的画法呢？当然是，可以去试，甚至你的边缘可以，比如你的中心是这样，或者你就是直接这样就是一个太阳，对不对？你的边缘可以像花儿一样这样随便去绕，是不是这样也可以？也可以。对，我们的太阳就像花一样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啊。看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太阳的画法？那么还有一些画法，比如说我们玩这个彩铅哈，怎么去玩？就是你先削一点彩铅的这个粉末，把它削在纸上。削一些粉末在纸上，削完了以后呢，你可以用手哈，或者用实在是你觉得怕弄脏手，你也可以试着用棉签或者纸巾，但是手的效果是最好的。我就这样抹，抹一个圆球出来，对不对？可以多抹几遍。好，抹完以后，你可以拿一张湿巾或者纸巾擦一擦手哈，然后把这个碎屑吹掉或者磕掉。好，这是一个太阳中心部分。那么我们再弄边缘的部分，边缘你就用黄色。
黄色，这样随意的给它弄几团。当然，这种涂抹的方法也会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哈。老师在这里展示的只是其中一种。我们手不要太湿哈，我给它吹干一点。好，然后绕着这个红圈圈，我们去把这个彩铅抹一下，抹成一个黄圈圈。然后可以让这个黄圈圈也晕到这个红圈圈里面一点。哎，就这样抹一抹。好，差不多抹完了。当然，你抹的遍数越多呢，它肯定会越深，对不对？画画就是玩儿，你要不断的去做尝试，并不是只有笔在纸上单纯的画这么一种画法哈，还有很多种画法。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太阳？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太阳？甚至呢，我们现在不是用的这个水溶彩铅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用的是水溶彩铅。那么老师去找一支毛笔给你试一试，我们把这个给它晕，用水加湿一下的效果。好，老师就把这个水弄回来了，我就是弄了一个小小的瓶盖，然后好多水溶彩铅它会配这种小毛笔哈，配这种小毛笔，然后我们试一下把这晕开看什么效果。现在我们是实验阶段，先晕浅色黄色。你看它像水彩一样就化开了，对不对？化开了，然后晕完旁边的呢，我们再去晕中间的。先晕浅色，再晕深色。好，我们晕完了。你看这个小毛笔加一点点水就可以了，稍微的洗一下笔就 OK 了。就不需要用太复杂的工具，水溶彩铅很好玩哈，我们可以试一试更多材料不同玩法。你看它是不是就现在变成了水彩的效果？就变成了水彩的效果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给大家展示了这么多种方法，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？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绘画的时候，如何把一个简单的我们脑子里固化的这个形象，创作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造型、不同的样子，去做出不同的创意，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意，这都是老师的一些思考的方法。当然还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玩法哈，比如你拿颜料用手指点，对不对？点一个中心，再点一个圆圈，是不是也可以点出来？完全可以。或者你单纯的就是拿线描，或者用点线去那样填充，都是可以的。大家下去可以去试哈。根据手边有的工具，马克笔也好，像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马克笔也好，水溶彩铅也好，甚至你有蜡笔，对不对？你有蜡笔，你有油画棒，也可以去试。像油画棒画出来的这种质感哈，也是非常好的。我找一下油画棒给大家试一下吧。刚好因为我手边有，手边有这个工具，有的我就给大家试一下。咱们还在这个空白的地方试。油画棒我就好，我就先涂旁边，就这样涂一个圈圈哈，涂一个圈圈，或者是你根据自己的喜好，你可以这样涂也可以，这样涂也完全 OK 的。你想让它是外面是不规则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完全 OK 的。这样去涂，好，涂完我们留一个中心，中心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这次填一个橘红色好了，填一个橘红色，然后你就这样随便的填一下，这边也填一下。这边填一下，然后呢，
你还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实验呢？比如把这个边缘揉一下，看是什么样的效果哈。我就随便的揉一下，我把这个，它不是有这个碎屑吗？往这个碎屑往这个黄色上面来一点，哎，是不是也很好看呢？是不是也很好看？这边呢可以这样揉，这边可以这样揉，对不对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，就看你怎么去探索。就这样揉，往外发散着揉。好，我们就这样画出了2个太阳，对不对？你要是觉得层次不够，你还可以在中间加一些红色，再试一试哈，都可以试。我们在平常绘画过程当中呢，一定不要思想负担太重，一定要多去尝试啊，宝贝们，多去试，你才有经验，才知道哪种方法画出来最好看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呢，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，想法也是不太一样的。然后今天的这节课呢，就讲到这里了。这个方法呢，大家可以试着去画花朵呀，植物呀、人物呀，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套用。那么，今天呢，就是说不要求大家去完成一幅作业，但是上完今天这节课呢，老师是建议大家拿一张纸，然后呢，用老师的这个思路和方法去排列画满一整张纸的太阳，而且要求呢，这个太阳的造型都完全不一样，好不好？然后，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材料，只要你材料不同，那么你的样子肯定也会不一样。鼓励大家用不同的材料，手边有彩纸，你也可以用撕纸的方法，多去创作一些。OK， 那么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